涵回归豪门的第一天，便直接抄起斧头劈开了别墅的大门。见此，躲在监控室准备看笑话的几人都吓傻了。这大门几十万呢，他咋说劈就给劈了？戚玉涵做出一副被吓到的模样。我们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了？姐姐生气了呢？但这处理方式也太粗暴了吧！若是传到外面去，只怕会被人说我们齐家没有家教，而且哥哥们都是有身份的人，这样对哥哥们的声誉非常有影响。5个哥哥听后感动不已，刚要开口，大门就砰的一声倒下。几人收回手机，愤怒地看向门外。林夕见此丝毫不惧，扛起斧头走了进去。戚玉涵满脸惊恐地躲在后面，5个哥哥下意识将他护在身后。苏灵溪，18年了，你怎么就没有死呢？还回来干嘛？最先开口的是大哥齐峰，前世就是他接过戚玉涵手里的短鞭，将他打到遍体鳞伤的人。如今仇人见面，林夕的眼神冷了下去，扛着斧头步步逼近。齐峰被他的眼神给吓到了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正好踩中护在身后的戚玉涵脚上。戚玉涵痛呼出声，立刻吸引了5个哥哥的注意。不等他们开口去关心戚玉涵，林夕就先开口道：“吴阿姨带我去我的房间。”吴阿姨不屑地看向他，没有动。一个乡野村姑凭什么使唤自己？齐家人才是他的雇主。林夕见此笑了，这狗女人前世可没少欺负他，今天就先拿她开刀吧。林夕缓缓走过去，抓住吴阿姨的头发，用力一扯，吴阿姨整个人摔倒在地，痛得哇哇大叫。可林夕却看也不看，拖着她就走。等路过齐家几兄妹时，才开口：“我上去选房间了，我要最大的那间。”这简单的一句话让齐家人脸色巨变。老五齐星立刻反驳：“最大的房间是雨涵的，你算老几啊？”林夕对他的话置若罔闻，拖着吴阿姨就上了楼。5个哥哥见此顿时坐不住了，刚跟着跑上来，就看见林夕站在他们宝贝妹妹的房间前，举起斧头就要砍下去。苏灵溪，你若是砍下去，就给我滚出齐家！闻言，林夕偏头看向他们，嘴角挑起一抹讥讽，抬脚就朝着房门踹了过去。砰的一声，房门倒地。戚玉涵双拳紧握，怨恨在他心里疯狂滋生。不过他还是低着头坦然开口：“哥哥算了吧，姐姐在外受了这么多苦，她才是齐家的大小姐，这些本来就是属于她的。我只要能留在齐家，能陪在哥哥身边就很高兴了。”几个哥哥看到妹妹这么懂事，对苏灵溪的不满又深了几分。雨涵，你放心，三哥现在就让她滚出你的房间。等齐家几人进来，就看见林夕正坐在床边，满脸挑衅地看向他们，看着毛毯上一连串的脚印。戚玉涵委屈地开口：“姐姐，这毛毯是三哥特意在国外给我带回来的，后面的话都不用他开口。”几个牲口哥哥就炸了，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没教养的人。这是雨涵的房间，你是自己滚还是要我们动手？对此，林夕双手一摊，冷笑道：“这间房我要定了，你们动手试试。”如此挑衅的话彻底点燃了几位牲口的怒火。大哥齐峰刚要上前，戚玉涵便连忙拉住了他的手：“大哥算了，这本就是属于姐姐的房间，你不要怪他，该搬出去的人是我。”说着他便上前2步，对着林夕温柔开口：“姐姐，你别生气，哥哥们也是因为担心。”然而还未等他说完，林夕就猛然窜了起来，一巴掌重重扇在他的脸上。茶言茶语前世听得太多了，今生他是一个字都不想听了。戚玉涵不可置信地捂住脸，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。“你敢打雨涵？”齐峰顿时克制不住脾气，抬手就朝林夕扇了过去。林夕手臂绷直，将他的手隔开，同时瞄准命脉，一脚将他踢倒在地。齐家的其他人都懵了，苏灵溪竟然敢对他们动手，一个卑贱的村姑怎么敢呢？他不该是卑微地站在那里，乖乖听从他们的命令吗？戚玉涵赶忙挡在大哥身前，随后抬头瞪着林夕：“姐姐，你怎么能对大哥动手？我知道你怨我占了哥哥们的宠爱，姐姐恨我是应该的，你有怨气可以冲我一个人来。”听到戚玉涵的话，林夕笑了，既然这么想挨打，那他就大发慈悲满足一下吧。随即他快速上前掐住戚玉涵的脖子，一巴掌狠狠扇在他脸上。戚玉涵满脸惊恐地挣扎着，心里更是有些怨恨，这几个哥哥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拦住苏灵溪？当惊呆的众人反应过来后，赶紧围了上来。齐白更是抄起一旁的玻璃瓶朝林夕砸去，林夕身体往后退了一步，花瓶精准地砸在了戚玉涵的脑袋上，惨叫声响起，他放手后退了一步，脸上的笑容无比艳丽。“脑袋开花了呀，真是漂亮。”戚玉涵捂着头，满脸的惊恐：“血，哥哥有血！”齐白也被吓到了。“雨涵，哥哥不是故意的，快去拿医药箱过来。”趁着空隙，齐峰抬眸看向林夕，眼里的怒意毫不掩饰：“你一回来就害得雨涵受伤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识趣的就赶紧滚出我家！”见到他这副又怒又怕的表情，林夕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“关我什么事？不是齐白用花瓶砸的他吗？大家可都看见了，这狗咬狗的戏码真是精彩。”说完，林夕还不忘拍拍掌。齐峰的脸色像是吃了屎一样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一旁的老五齐星怒冲冲地走过来：“怎么不是你害的？你刚刚若是不躲开，根本就不会砸到雨涵，就是你害了雨涵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听听，没有10年脑血栓都说不出这样的话，被打不会躲吗？”于是林夕抬手就要扇他，而齐星下意识偏头躲开了。“我还以为你是蠢材，被人打不知道躲，原来你是知道被人打要躲的呀。”齐星刚要开口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苏灵溪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林夕抬眸看去，不错，都回来了，一家人必须整整齐齐的。顾曼英看到自己儿子受伤，心里怒火中烧，早知道你是这么恶毒的人，我当初就应该掐死你。你若是还想进齐家的门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。他以为苏灵溪就是一个乡下村姑，过去18年过得凄惨，能进齐家的门就应该感恩戴德。怎料林夕却挑了挑眉，一脸无所谓的开口：“既然齐夫人这么不待见我，那我走就是，反正这个亲我也不是很想认。”听到这，齐雨涵心中一喜，苏灵溪最好永远不要出现在这里，齐家有她一个大小姐就够了。见顾曼英马上就要脱口而出，一旁的齐星觉赶紧扯了一下她：“灵溪，这样的气话以后不要说，你是我们的女儿，你妈妈也是担心才会口不择言的，别往心里去。”林夕沉默，没有继续开口，毕竟她的目的不是真的要离开齐家，这是她的战
战场，在没有让其家人付出代价前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再者，林夕现在更加确定，齐清觉真的很在乎自己背后的身世。可林夕的表情落在顾曼英眼里，却又是另一回事。就知道你不想走，也是一个卑贱的村姑来到齐家，过上他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生活，他又怎么可能会舍得离开？想到这，他又抬起头指点道：“来了齐家就要遵从齐家的规矩，这么没教养的行为实在不适合当齐家的大小姐。对外你就说是我们家的养女，雨涵依就是我们齐家的大小姐。”林夕略带讥讽的开口：“齐夫人的意思是说，你们齐家的人很有教养，也不怕笑掉别人大牙。亲生女儿回来的第一天，你们两人不出现也就罢了，还纵容养女对我这个亲生女儿来下马威，将我锁在门外。幸好我带了斧头，不然他们的奸计就得逞了。你们还真是有教养。”顾曼英连忙转移话题：“不管如何，这都不是你动手打人的理由。”林夕咧嘴一笑：“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是卑贱的村姑，我们那都是能动手不逼逼的，要怪就怪你们儿子技不如人。”说着，林夕坐回床边，十分嚣张的开口：“反正人我打了，我觉得自己没错，养女我也不会当，我本就是齐家的大小姐。你们若是能接受我就留下，不能接受我就离开。”齐心捂着脸大吼：“爸妈让他离开！齐家的大小姐只有雨涵一个，我也只认雨涵一个妹妹。”齐雨涵心里无比高兴，可脸上却满是担忧：“哥哥，你们别让爸妈为难，我只要能陪在你们身边，当不当这个大小姐我真的不在乎。”林夕的视线落在齐清觉身上，你看，齐雨涵自己都说了不在乎这个大小姐，她不要我要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赶紧的，行就行，不行我就走。齐清觉面色柔和地看向苏灵溪：“灵溪，你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你当然是我们齐家的大小姐。雨涵又这么懂事，她不会计较这些的。”齐雨涵听后心都在滴血，到底不是亲生女儿，不久前还信誓旦旦跟她说，就算苏灵溪回来也不会影响她在家里的位置。可现在苏灵溪才回来一天，属于她齐家大小姐的位置就没了。顾曼英连忙开口：“你可以是齐家的大小姐，但这个房间还是雨涵的。雨涵住了这么多年，已经习惯了，若是连房间都保不住，她的雨涵该有多么伤心？”林夕没有回应，只是默默捡起地下的斧头：“那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。”齐雨涵松了一口气，至少她的房间保住了。随后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准备好的杂物间，都不用进去，站在门口就能看见里面的所有陈设：一张普通的床，一张高档的梳妆台，一个普通的衣柜，3样东西没有一样是新的，都像是二手市场淘回来的。齐雨涵率先走进去，将衣柜打开：“姐姐，这些都是我跟妈妈一起为你准备的衣服，全都是新的，没有拆过吊牌的。”林夕回头看着顾曼英：“这是你们特意为我准备的房间？”顾曼英并没有觉得不妥：“是的，一个乡下村姑能在齐家拥有一个房间，就已经是对她莫大的恩赐。”这会齐雨涵从衣柜里拿出一条连衣裙：“姐姐，你快试试这条裙子，我觉得很适合你，你穿起来一定很好看。”闻言，林夕举起斧头就朝她手里的裙子劈去。齐雨涵还以为要劈她，吓得尖叫一声。林夕悠悠开口：“我劈衣服而已，不用这么害怕。”说着，他再次朝后面的衣柜劈去，几斧头下来，整个衣柜4分5裂，接着又转头将床和梳妆台全部劈碎。而趁着这个空隙，齐雨涵赶忙爬了出去，这可让5个牲口和顾曼英心疼坏了。“苏灵溪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要发疯就滚出去！爸妈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们家怎么能留下这个疯子？”齐清觉脸上的怒气无法克制，他眉头微蹙，厉声道：“苏灵溪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”“知道呀，我都是为了你们好。若是让人知道齐家大小姐住在这样的房间，还穿的是假货和过时的衣服，丢的可是你们齐家的脸，人家会不会想是不是齐氏集团遇到财务危机了？不然怎么会这样苛待自己的亲生女儿？你们说这样谁还敢跟你们齐家做生意？这影响的可不止你们的脸面，还有你们齐氏集团。”顾曼英愤怒地喊道：“你这个牙尖嘴利的贱种！”“好了。”齐清觉赶紧打断了他：“林夕说的有道理，在不影响公司的情况下，随便他怎么闹都行。可若是会影响到公司，他自然是不会答应的。”林夕微微扬起下巴，趁机开口：“我还是喜欢刚刚那个房间，这才配得上我齐家大小姐的身份。”此话一出，立马就引起了众怒。齐心第一个跳出来不同意：“苏灵溪，你已经抢走了齐家大小姐的位置，为什么还要抢走雨涵的房间？”林夕跟齐清觉目光对视：“我没抢吧？那原本就是属于我的，不是齐雨涵这么多年鸠占鹊巢吗？难道血脉至亲的关系还比不上一个养女？还有你的儿子是不是都有病？处处维护一个冒牌货。”这些敏感的字眼将齐雨涵的心刺得疼痛不已，若不是被几个哥哥扶住，他几乎都要站不稳。而齐清觉看了一下齐雨涵，养了这么多年，到底是有感情的，他也不想雨涵难过。可一想到林夕背后的势力，又让他无比心动。斟酌了一下后，他还是妥协了：“林夕，你是齐家的大小姐，那个房间你住在合适不过，你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的，跟你妈说让人改。”林夕挑眉看向齐雨涵：“我住了妹妹的房间，那妹妹住在哪里呢？妹妹认床呀，会不会不习惯呀？到时候失眠了怎么办？茶言茶语谁还不会？”齐雨涵心头恨意翻滚：“为什么要回来？18年了，你为什么没有死在外面？”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表情后，才抬起头柔声开口：“没关系的，姐姐，这些本来就是我们欠你的，我们都会一起弥补你的。”闻言，林夕笑了出来：“错了，这不是弥补，这是将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物归原主。”齐雨涵尴尬地扯了扯嘴角，双眸里满是泪水，看着从小宠到大的妹妹被这样欺负，大哥齐峰最先表态：“苏灵溪，你已经抢了雨涵的位置和她的房间，还要这般咄咄逼人吗？”顾曼英更是握起齐雨涵的手，抬眸挑衅地看着苏灵溪：“接你回来的师傅没告诉你吗？虽然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可雨涵毕竟跟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在我心里她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我希望你们能和平相处，说话注意分寸。”“妈！”齐雨涵喊了一声，故意拉长了语调，那哽咽的声音让齐家人都心疼了起来。林夕眸中满是戏谑：“齐先生，你的家人都不喜欢我，不如算了吧，这亲不认了，我们就当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，让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原位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”说着，林夕抬脚就走，完全没有半分留恋。齐清觉连忙伸手阻拦，同时视线在几个儿子身上扫过：“你们几个还不快给林夕认错！”齐清觉本来是想打压一下苏灵溪的，免得以后不好拿捏，可谁曾想他竟说走就走。林夕勾了勾唇，转身看着他们，丝毫不掩饰自己眼里的得意，这让齐峰几人无比恼火。但迫于齐清觉的压迫，几人还是陆续道了歉，那表情像极了坐在马桶上便秘的样子，这让林夕心里十分舒坦。随后他视线落在顾曼英身上，顾曼英冷笑道：“怎么还想要我这个当妈的给你道歉呀？当然不道
道歉我是不会认亲的。闻言，顾曼英的眼眸瞬间沉了下去。身旁的齐雨涵开口道：“姐姐，妈妈都是因为担心我，起因在我这边替妈妈给你道歉，请姐姐不要生气。”顾曼英的眼神瞬间变得柔和，这才是她的宝贝女儿。若不是为了灵犀身后的季家，她早就让人将灵犀丢出去了，又怎么会让她在这蹬鼻子上脸？灵犀没有理她，偏头看向一旁的齐清觉，其中意思不言而喻。最后，顾曼英也不得不低下她高傲的头。今天大获全胜，灵犀得意地回了房间。临走前，她还不忘提醒齐清觉：“齐先生，有空带你的家人去医院看看脑子。”说了很多次，不管是齐家大小姐还是房间，本就是属于我的。齐雨涵不过是鸠占鹊巢，可你家的人还口口声声说是我抢了齐雨涵的东西，简直可笑，一夜好梦。第二天一早，灵犀下来时，齐家众人正高兴地吃着早餐。灵犀扫了一眼，果然没有她的位置。齐雨涵见到灵犀后，先是甜甜一笑，道了句早上好，接着便朝厨房喊道：“阿姨加一个位置，姐姐下来吃早餐了。”灵犀见此，二话不说，拎起齐雨涵的衣领就将她扯到一边。除了齐清觉外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苏灵犀，你在干什么？灵犀淡定地坐到齐雨涵的位置上，餐桌没位置了，多余的人就得站出来啊。说罢，他看向齐清觉：“齐先生，我说的对吗？”不等齐清觉开口，几个哥哥就要发飙，但齐雨涵却抢先一步开口道：“哥哥们没事的，姐姐先坐，反正我也吃的差不多了，我等等就好。”椅子很快搬来的。灵犀嫌弃地将餐具推到一边。齐雨涵，以后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是多余的人，如果没有多余的位置，那么离开的就是你。你应该自觉一些，而不是要本小姐亲自动手认清自己的身份。这是前世他们时时挂在嘴边的话，他自然是要回馈的。齐雨涵双拳紧握，恨不得上去帮给苏灵犀两拳，可他伪装多年的人设不能崩，只能将所有不甘都忍了下来。看到自己妹妹这么委屈，齐风气得一拍桌子：“苏灵犀，你为什么要处处跟雨涵作对？”随后他又看向父亲：“你看你把这个人接回来，他非但没有半点感恩，还当着你的面欺负雨涵。”齐清觉将筷子拍在桌上：“我再说一次，苏灵犀是我的女儿，是你们的亲妹妹。”看着自己从小养大的女儿受欺负，齐清觉心里也不好受。但苏灵犀的背后是季家，帝都季家对他的诱惑太大了。临江城三大家族，叶家为首，齐家第二，唐家第三。这几年齐家的公司渐渐落败已经垫底，就连欧阳家也因为市长上台发展迅猛，已经隐隐有了压齐家一头的趋势。齐清觉迫切想要解除目前的困境，而帝都季家便是他最好的助力。公司和家人相比，当然是公司更重要。况且齐雨涵也并不是他的亲女儿。他不满地看向顾曼英：“你若是管不好这个家，就不要管了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我们的女儿回来了，多一个位置的事情，下人们做不好你也看不到吗？你是怎么当妈的？”随后他又看向一脸怒气的齐风：“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她是你亲妹妹，以后说话注意点，你作为大哥就要有大哥的样子。”齐清觉发飙，齐家的人谁也不敢吭声。齐雨涵站在一旁，凉意从脚底窜了上来。齐清觉的袒护让他无比心寒，还有那句亲妹妹，更是将他的心割得伤痕累累。齐雨涵再也忍不住，哭着就要跑上楼。站住！灵犀叫住了他。重要的事都还没来得及说，怎么能让他离开？必须要有他的见证才行。他看向齐清觉开口：“爸爸，既然我已经回了齐家，那我想问下，你什么时候举办认亲宴，昭告所有人你的亲生女儿回来了？”所有人下意识看向齐雨涵，齐雨涵紧抿着唇，心中恨意滔天。可他知道自己不能发脾气，他将所有的不满都咽了回去，在抬头时扬起一抹笑容：“爸妈，姐姐说的对，姐姐既然回来了，这个认亲宴当然是要举行的，这样姐姐才会知道我们家对她的重视。”灵犀偏头看向他，眼里意味渐浓，还要记得告诉大家齐雨涵这个养女的身份。齐雨涵扯了扯唇角，眼眶发红：“姐姐，你好像不太喜欢我。如果你还为昨晚的事生气，妹妹向你道歉。”她很聪明，立刻转移了话题，没接自己的话。之后她只需要表现出一副痛心不已的模样，自然会有几个哥哥为她出声。最先跳出来的依然是齐风：“苏灵犀，你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你做事时能不能考虑一下雨涵的感受？我们不在乎血缘关系，她会是我永远的妹妹，不要再用那可笑的血缘关系说事了。”灵犀丝毫不给她脸：“我凭什么要在乎她的感受？她享受了这么多年的好生活，她不应该对我感恩戴德吗？倒是你做事时能不能不要只顾齐雨涵的感受？爸爸说了，我才是你的亲妹妹。”说着，他看向齐清觉：“如果我不能以齐家大小姐的身份回到齐家，那么我宁可不回来。我没有要求你们将齐雨涵送走，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。”齐风看向齐清觉：“爸爸，这件事对雨涵的伤害太大了，不能为了那点血缘关系伤害一个陪伴了你18年的女儿呀。老公，我们可以对外说两个都是亲生女儿，就说我当年生的是3胞胎，只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灵犀没能在我们身边长大。各个人眼里心里都是齐雨涵。”灵犀不满地站了起来：“亲生的就是亲生的，养女就是养女，这个不能混淆。”见齐清觉妥协，齐雨涵这回真的忍不住了，哭着跑上了楼。几个哥哥站起来就要去追，但齐清觉一拍桌子怒吼道：“站住，都给我坐下来！”齐清觉在家里向来说一不二，几个哥哥虽然心疼又着急，但还是只能坐了回来。从始至终，灵犀脸上都挂着淡淡的笑容，眼神深处皆是讥讽。齐清觉对这些全部清楚，前世的自己因为渴望亲情，所以一直都隐忍讨好，从不敢为自己争取什么。他不出声，齐清觉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从而使他受尽屈辱。这个齐家大小姐的位置，灵犀不屑当，但齐雨涵在意，便不能让她如愿。齐清觉不想伤了齐雨涵的心，但同时也舍不得灵犀背后的季家，只是犹豫了一下，齐清觉就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准备认亲宴。餐桌上氛围凝重，几个哥哥都没胃口，只等着早餐结束去安慰他们的妹妹。而2楼拐角处，齐雨涵听到父亲答应了灵犀的要求，怨恨瞬间爬满眼眸。之前说的多么好听，不会让苏灵犀爬到他头上来的，她依旧是齐家的女儿。明明说好苏灵犀回来是当养女的，可不到1天的时间，她失去了房间，失去了齐家大小姐的名分。灵犀吃完饭，伸手看着顾曼英：“给我钱，我要去买衣服。”顾曼英眉头微蹙，她本就厌恶灵犀，可齐清觉在这，她也不好发作，只能贴心的开口：“灵犀，你现在的房间里还有很多好看的衣服。”灵犀打断她的话：“你的意思是要我捡那个养女的衣服？难道我一个齐家大小姐还不配穿新衣服吗？”齐清觉看到顾曼英扭捏的样子也来火，眼皮子浅的东西，自己都跟她说了苏灵犀的身份，若是能搭上这条线，他们齐家不只可以在临城扬眉吐气，也能进军帝
帝都，他惊咳一声，命令似的开口：“灵犀是我们齐家的大小姐，是我齐清绝的女儿，当然不能穿雨涵的旧衣服。她从小不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要好好弥补她。等下吃完早餐，你陪灵犀去逛街，买点当季的新款，鞋子、包包那些也不能少。”面对齐清绝的多次警告，他的不满也只能收敛。楼上的齐雨涵看到这一幕，心都要碎了。妈妈早上时才说带她出去散心，现在又要带苏灵犀去买衣服，那自己算什么呢？接着齐清绝表情柔和的看向苏灵犀：“灵犀，有事你就跟爸爸说，爸爸给你撑腰。今天买多点漂亮衣服，明天你就跟雨涵和你五哥一起去江氏实验高中报道。爸爸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你别有心理负担，就是走个流程。”江氏实验高中，说起这个学校，灵犀眼里闪过一抹冷厉。前世在这个学校的记忆可是十分深刻，不只有齐雨涵和五牲口对他的特别关照，大牲口齐峰就是在这所高中担任物理老师，三人在学校里让他被所有同学排挤，本来优异的成绩也一路下滑，就连高考第一天都因为他们的使坏缺席。灵犀抬眸看着他笑道：“爸，我会努力读书的，谢谢你。”齐清绝松了一口气，到底是小女孩还是比较好哄的。等齐清绝一走，五个哥哥便迫不及待地上楼安慰齐雨涵。看到他们上来，齐雨涵哽咽着开口：“哥哥，我会一直都是你们的妹妹吗？你们会一如既往的疼爱我吗？”他声音嘶哑，带着哀求。五个哥哥知道他肯定听到了刚刚的对话，心疼坏了。别说雨涵难以接受，就是他们几个都接受不了。此刻他们对苏灵犀的厌恶又深了一些，他太有野心了，什么都要跟雨涵抢，实在是让人厌恶。齐峰抬手揉了揉他的头：“雨涵，大哥跟你保证，你会是我唯一的妹妹，其他人我不会认的，就算是爸爸逼我，但在我心里你也永远是我唯一的妹妹。”他抬手抹了抹眼泪：“哥哥，我信你们，因为你们是雨涵最爱的哥哥。走吧，我等下陪妈妈和姐姐去逛街，明天就要去学校报道，我帮姐姐挑选一下衣服。”几个哥哥怕他受委屈，都想劝说他离苏灵犀远点，可齐雨涵怎么能不跟着去？他担心苏灵犀单独和妈妈相处，很多东西都会变得不可控。对于齐雨涵的提议，苏灵犀当然是不会拒绝的。一路上，齐雨涵拉着顾曼英诉说着小时候的事，母女俩笑得十分开心。苏灵犀内心毫无波澜，这么低级的招数，齐雨涵前世就经常用。那时的他虽然很心酸，但还是会笑着配合他们。可现在吗？他只觉得有两只乌鸦在耳边乱叫，会气。齐雨涵一直用眼角余光瞄着苏灵犀，见他没有任何表情，便忍不住开口：“姐姐，你也说下你小时候的趣事吧，我们没有参与过你的小时候，讲来听听。”灵犀偏头盯着他冷笑道：“你想听什么？听我小时候是怎么吃不饱穿不暖，还是想听你在齐家享受时我是怎么替你受苦受罪的？”齐雨涵赶忙开口解释：“姐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起。”好了，灵犀，雨涵那时候还小，你不要把怨气发泄到雨涵身上，她也是好心，你别不识好歹。顾曼英越发看不上这个女儿，说话一点教养都没有。灵犀也不惯着她，存在就是原罪，你没听过吗？不发泄在她身上，是要我发泄在你身上吗？一个当妈的弄丢自己女儿，没有一点愧疚之心也便罢了，还一天到晚的帮着那个养女，没有10年脑血栓都说不出这样的话。不行你就去医院看看脑子。古有男人宠妾灭妻，现有当妈的宠爱养女虐待亲生女儿。顾曼英被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你根本……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，不是亲生女儿这件事他不敢说，要是被苏灵犀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齐清绝肯定第一个扒了他的皮。看他那像吃了屎一样的表情，灵犀心情十分愉悦，赌心的日子还在后面呢，都给我好好受着。来到商场，灵犀也不跟他们客气，刷卡刷到顾曼英心疼。齐雨涵更是妒忌无比，这个待遇他从小到大都没试过，而且苏灵犀买的东西全部都要他提着，他真的好累，很想把东西丢在苏灵犀脸上。姐姐，逛了这么久，妈妈肯定很累了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顾曼英刚要顺着话说找个地方坐坐，就听到了苏灵犀的声音：“齐雨涵，没人让你跟着我们，你这么容易累就滚回去，别跟着我们，扫兴又晦气。”齐雨涵没想到这样也能发飙，他无措地看着苏灵犀：“姐姐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担心妈妈。”见苏灵犀又欺负雨涵，顾曼英的怒火又窜了起来，可想到齐清绝的话，他还是尽量克制住自己的语气：“苏灵犀，你说话别老是夹枪带棒的，雨涵也是心疼我，担心我累到了，况且你都买了这么多衣服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灵犀笑了，后面的话才是重点吧。给自己买衣服逛了几个店铺就累了，前世自己像个仆人一样跟在他们身后提衣服时，他们轻轻松松就能逛一天。也是，给自己买衣服和给别人买衣服是不一样的。苏灵犀笑着晃了晃手机：“差不多就行了，我可是齐家的大小姐，我为什么要差不多？你们亏欠我18年，我买多几件衣服怎么了？既然你们这么累，就先回去吧，等下我打电话叫爸爸来付款。”顾曼英没办法，只能继续跟着逛街，脸色就和去上坟一样沉重。苏灵犀则心中冷笑，想要拿她做跳板，那就给本小姐忍着。再次进入一家店铺，苏灵犀试衣服试得不亦乐乎。顾曼英看到雨涵心情不好，知道这2天委屈了她，便拉着她一起去挑选衣服。等出来时，齐雨涵心情好了不少，她抓着新裙子转了一下：“妈妈，好看吗？”齐雨涵酷爱白色裙子，这条裙子很有设计感，整个人看起来落落大方，很漂亮。这里不是有镜子吗？好不好看你自己不会看。灵犀刚好试了衣服出来，上下打量了齐雨涵几眼，看看你腰间的肉，前面又撑不起来，本来就不高，穿上这条裙子后更矮了。齐雨涵被说的眼圈都红了：“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侮辱我？侮辱你？什么时候说真话也算是侮辱？”苏灵犀将齐雨涵扯到镜子前，看看胖不胖小不小的，你自己对比看看，我有说错吗？灵犀说的直白，让齐雨涵无比难堪，他很生气，想反驳几句，可苏灵犀说的是实话，他反驳不了，太过分了。顾曼英一把将齐雨涵护在身后：“苏灵犀，你的教养呢？”苏灵犀冷笑一声：“跟我谈教养？过去18年你养过我吗？教过我吗？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有资格跟我谈教养，唯独你没有。”苏灵犀的质问让顾曼英哑口无言。等逛了一天，回到家后，买的衣服已经被人先送回来了。灵犀心情无比愉悦，这些衣服她自己都能买起，但看到顾曼英付钱时的心痛模样，她就觉得痛快。与此同时，齐雨涵的房间内，除了齐怀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，其他4个哥哥都在。5人愤愤不平地声讨着苏灵犀，话语的恶毒程度仿佛是杀父仇人般，但他们商量好久都没想到好对策，或者说齐雨涵其实有很多对策，只是他的对策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，这会损害他的人设。最终还是齐峰决定先在学校下手，在家有爸爸护着他，那就在
学校里动手，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自己退学，从哪来就滚回哪去。第二天，齐雨涵早早起床，自从他的房间被苏灵溪抢了后，就住在三哥齐怀的房间。他一直关注着苏灵溪那边的动静，门一开，他立刻就迎了上去。姐姐早上好。他笑颜如花，似乎忘了他们间的过节。苏灵溪皱眉，好心情都在看见这张脸识别毁了。大早上有个乌鸦在你面前晃，你早上能好，真是晦气。齐雨涵脸色瞬间沉了下去，看着他下楼的背影，恨不得冲上去将他推下楼。恶毒的想法在心里疯狂叫嚣，但齐雨涵不敢。他压下心头的怨恨，快步追了上去。姐姐，你等我呀！苏灵溪双手环于胸前，侧身看着摔倒的齐雨涵，嘴角带起讥讽。这人的胆子一如既往的小。16层楼梯，你若是从最上面滚下来，我还佩服你有点胆子。可走到一半再滚下去，左右也就滚了7、8个台阶，又要陷害人，又不敢豁出去，犹犹豫豫的真没劲。听到动静，不管是客厅的人还是房间里的人都跑了出来。见到齐雨涵摔在地上，顾曼英赶忙上去将他扶起。雨涵，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摔到哪里？要不要紧？齐峰的视线落在上方的苏灵溪身上，好端端的怎么会摔跤呢？齐清觉没有开口，但视线一直锁定着他。苏灵溪脸上的嘲讽依旧，这熟悉的场面呀，他前世见识过无数次。假装摔倒，假装掉下游泳池，假装抑郁症，齐家人都信了。不管他如何解释，都是罪人。灵溪的表情有些出乎意料，这让齐雨涵心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可惜已经唱到这了，他必须继续演下去。齐雨涵抿了抿唇，泪眼朦胧的开口：“爸妈，哥哥，没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，你们不要怪姐姐。”一听这话，齐峰瞬间就炸了：“爸妈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这么恶毒的女人，你们非要接她回家？就算她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你们也完全可以给她一笔钱，让她住在外面。为什么非要让她回来破坏我们的家庭和谐？”齐雨涵心里高兴不已，不愧是他的好大哥，依旧是如此给力。这么多个哥哥，他最爱的便是这个嘴替大哥。齐雨涵惊慌失措的开口：“大哥，你别说了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跟姐姐没有关系。”齐峰恨铁不成钢的开口：“雨涵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爸妈，你们这次可不能轻易放过苏灵溪。”三言两语间，齐峰便给苏灵溪定了罪。顾曼英本就对苏灵溪十分不满，攒在心里的怨气再也克制不住。他捧在手里的宝贝女儿怎能让苏灵溪这么欺负？只见他抬脚走上楼梯，二话不说就朝苏灵溪的脸上扇去，那怨恨的眼神和看仇人没什么区别。见此，苏灵溪直接抓住他的手，反手一巴掌扇了回去。前世今生的恨，苏灵溪的力道十分重，手掌都隐隐有些发麻肿胀。啪的一声响起，在场人都呆住了，谁都没想到苏灵溪会如此大胆，对他们动手也就算了，还敢对自己妈动手，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他们实在不敢相信。齐雨涵心中狂喜，若不是情况不允许，他都想大笑出声。闹吧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顾曼英捂住自己的脸，眼里满是震惊：“你竟然敢打我！”苏灵溪反手又是一巴掌，这次力道更重，直接将顾曼英扇倒在地上。我以前无父无母时都不会受一点委屈，打过我的人坟头草都半米高了，你凭什么认为你有资格打我？顾曼英脱口而出：“我是你妈，你怎么能打我？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”苏灵溪嗤笑一声：“你是我妈？请问顾曼英女士，你养过我一天吗？”齐雨涵顾不得自身的疼痛，赶忙扶着顾曼英站了起来：“妈，你还好吗？你的脸都肿了。”他抬了抬手，想去摸一下顾曼英的脸，但怕她疼又缩了回来。齐雨涵的眼泪落下，看向一旁的苏灵溪，大声质问：“苏灵溪，你怎么对我都没有关系？这是我欠你的，你有本事就冲着我来，可你怎么能这么对妈妈？你真的是太过分了。”齐雨涵的声音将齐家4个哥哥的思绪拉了回来。齐峰几乎要忍不住对苏灵溪动手，但想到前天被弱点暴踢的恐惧，他还是停了下来。“爸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一意孤行接回来的女儿，她不只敢打我们，如今就连妈妈都敢动手了。你睁大眼睛看看，你接回来的是个什么玩意？”齐清觉厌烦地揉了揉眉心，苏灵溪实在是越来越放肆了。若苏灵溪真是他的女儿，他当然不会如此由着她胡来。可这是行走的人民币啊！他的计划是想着跟苏灵溪培养好感情，一个从小在穷地方生活的人，随便给予一些钱财和关心，都能让他感恩戴德，之后再借着他的身世接近季家。齐雨涵是他从小养大的，由他来做这季家大小姐是最好的。要怪只能怪顾曼英自己明知道他的身份，还不知道以大局为重，眼皮子浅的东西。顾曼英的怒火被抚平了一下，到底是自己身边长大的孩子，不像有些人就是白眼狼，冲着你来。苏灵溪重复了一句，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齐雨涵。他可没忘记自己被污蔑的事，他不喜欢被人冤枉，所以只能把事情给做实了。见苏灵溪走下楼梯，齐雨涵心中颤抖，下意识就要往后退去，可后面是楼梯，他只能停下来。齐雨涵，我最讨厌别人冤枉我。不等齐雨涵反驳，苏灵溪抬手就将他推了下去，一切都发生在瞬间。齐雨涵没有任何防备，他没想到苏灵溪竟如此胆大包天，会当着家里人的面将他推下楼梯，10几层的台阶滚下去。齐雨涵只觉得浑身都疼，他躺在地上痛呼出声，心里却是又惊又喜，就这么将自己推下楼梯，家里人肯定是容不得他了，只要能将他赶走，就算是受点伤也没关系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雨涵，舔狗哥哥们都跑了过去，满是心疼的看着他，齐峰眉宇间都是戾气。苏灵溪，你真该死！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，握拳就朝苏灵溪的脸上打去。一旁的齐清觉想要阻止，但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选择旁观。苏灵溪的性子太差了，确实需要调教一下。苏灵溪嘴角挑起一抹讥讽，抬脚就朝他踹了过去。齐峰是从楼梯下方跑上来的，这一脚下去他又滚了回去。而齐雨涵一直注意着苏灵溪的情况，看到他抬脚去踹齐峰，吓得一咕噜往旁边爬去。几个哥哥呆滞的看着上一秒还惨叫的齐雨涵，下一秒就手脚利索的闪到一旁。120都叫了，现在看他好像没什么大事，刚刚的行为完全是本能反应。这回齐雨涵也有些懊恼，但他顾不得这么多，又往前爬了几步到齐峰那边。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？还好吗？有没有哪里疼？齐清觉夫妻2人也跑了下来。顾曼英心疼坏了，眸中都是担忧。小峰已经叫了120，你忍忍，医生很快就到了。齐峰躺在地上没吭声，但视线却落在齐清觉身上。爸，你看到了吗？苏灵溪不只敢对我跟妹妹动手，还敢对妈妈动手。你若是坚持留她在齐家，我们家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既然已经摔了下来，就得把这件事利益最大化。他很想跳起来将苏灵溪打一顿出气，可他不得不接受一件事，苏灵溪的武力值比他高
太多了，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希望父亲可以将苏灵溪赶出齐家，永绝后患。齐清觉额头上的青筋暴起，苏灵溪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当着他的面都如此猖狂，那日后如何让他乖乖听从自己的话呢？齐清觉微微抬头，视线落在楼梯上方的苏灵溪身上，而苏灵溪也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两人视线交汇时，齐清觉升起一股胆怯，他下意识就要避开苏灵溪的目光，可下一秒又觉得荒唐无比，他怎么能让一个小女孩给唬住了？苏灵溪，你立刻给我滚下来！怎么滚？我不会，是像齐风和齐雨涵那样滚吗？还是说，齐清觉先生，你要给我示范一下如何滚下去？苏灵溪，你既然已经回了齐家，就要……苏灵溪眸中趣味渐浓，就要什么？就要忍受你们齐家人的迫害？就要我忍气吞声？还是要我被人陷害时不要反击？苏灵溪视线落在齐雨涵身上，他小脸煞白，眼里还有盈盈的泪珠，似乎受到了天大的委屈。我这人脾气不好，受不得一点委屈，更别说是冤枉。齐雨涵想陷害我，推他下楼，我不能被冤枉，只能把这件事给做实了。不推他下去，我这心里不爽。姐姐，你是要冤枉死我吗？齐雨涵有些激动的开口，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委屈，眼眸的泪珠一滴滴的落下。我知道我的存在让你不舒服，我都跟你保证过了，我不会跟你争什么的，我只是舍不得爸妈，舍不得哥哥们，我只是想陪在他们身边。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眼泪是齐雨涵最有力的武器，前世就是在他眼泪的遮盖下，齐家人成了他手里的刀。除了自己死去那天齐雨涵对他亲自动了手，其余时都是齐家几个哥哥动的手。他坏事做尽却清清白白，而苏灵溪从未做过一件坏事，却被冠上恶毒、残忍、妒忌、心强这些词语。爸，你看看你接回来的是什么玩意？又毒又蠢！你说雨涵冤枉你有证据吗？你推人下去可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苏灵溪皱眉打断了他的话。齐清觉，我已经是齐家的大小姐了，任清燕也在筹备着，不久后整个临江城的人都知道我才是齐家的大小姐。你觉得我需要去陷害一个假千金吗？你不是警察办案，不需要这么多证据。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就看你选择相信谁了。不行，我走就是。齐家我还真不稀罕。他依旧是无所谓的态度。齐清觉始终不明白，一个村姑受尽了生活的苦，自己接她回齐家，进入全新的世界，给了她从未有过的生活，她不是该战战兢兢的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吗？齐清觉很想给她一点教训，将她赶出去，可又怕会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化，他不能也不敢冒这个险。眼见齐清觉的怒火慢慢平息了下去，众人的心都提了起来。齐心十分不爽的开口：爸爸，你可不能再惯着苏灵溪了。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对一个村姑百般隐忍，仅仅是因为那一点血缘关系吗？爸，你真不能再惯着苏灵溪了。任清燕的事情你也要好好考虑，这样恶毒的女人成为我们齐家的大小姐，我们齐家会被整个临江城的人笑话的。齐家的几个儿子你一言我一语，都对苏灵溪有着十分大的意见，见到几个哥哥都在谴责苏灵溪，齐雨涵心情好了不少。若是能一举将苏灵溪赶出齐家就更好了。看着一旁愤愤不平的顾曼英，她往旁边挪了挪：妈妈，你的脸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你也别怪姐姐，姐姐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心里有点怨气是正常的，我们都欠她的。齐雨涵本来只是想火上浇油，不想精准踩在了顾曼英的雷区上。知道真相的顾曼英本就生气，苏灵溪又不是她真正的女儿，她一点也不欠苏灵溪的，而且将她接回齐家给她荣华富贵，她就应该感恩戴德。在她看来，苏灵溪不过是一个村姑而已，根本无需如此迂回。按她想的，就应该将她赶出齐家，收回给她的一切，让她知道离开了齐家她狗屁都不是，这样她才会知道齐家的好。念及此，她愤怒地开口：老公，你给我闭嘴！齐清觉的视线落在顾曼英身上，若不是顾及大家的脸面，她真会控制不住给顾曼英几巴掌。小孩子不懂事，她这个当妈的也不懂事吗？明明知道苏灵溪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，这可能是她这辈子唯一的机会。齐清觉用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后，看向齐雨涵开口：雨涵，快跟你姐姐道歉。齐雨涵眼里满是不可置信，苏灵溪都当着众人的面推她下楼了，甚至还打了妈妈，可爸爸不但不怪她，还要自己道歉。齐雨涵心中的怨恨肆意生长，到底不是亲生的，偏心偏到没边了。她很想反驳，可齐清觉的眼神太过凌厉，所有反驳的话语都哽在喉咙里，只能屈辱的开口：姐姐。齐风一把将齐雨涵拉到了身后，梗着脖子跟父亲对视：雨涵没有错，她为什么要道歉？你怎么能如此偏袒苏灵溪？齐清觉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，如果你不会说话，就给我闭上你的嘴巴！我再跟你们说最后一次，苏灵溪是我的女儿，是齐家的一份子，你们若是再让她为难，就都给我通通滚出齐家！齐风整个人都呆在了原地，他没想到自己都这么大了还会被打。顾曼英本想帮齐雨涵解围的，但这下也老老实实的闭上了嘴巴。发飙的齐清觉让他们感到恐惧，整个大厅鸦雀无声。苏灵溪冷眼看着这出闹剧，这便是齐清觉，公司就是他的命根子，所有挡住他康庄大道的人，他都不会容忍，就算是他的妻子孩子也不例外。齐雨涵，你快道歉吧，我还要去上学，第一天报道我可不想迟到。苏灵溪把注意力拉到了齐雨涵身上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根本不敢反驳，只能屈辱的开口：姐姐，对不起。苏灵溪笑了笑：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道歉就要有道歉的诚意。齐雨涵在心里将他骂了千百次，恨不得甩手离去，可齐清觉就在旁边看着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大声道：姐姐，对不起。10几年的感情比不过一点血缘关系。齐雨涵心中的恨意剧烈翻滚，看着他那憋屈又无可奈何的样子，苏灵溪觉得通体舒畅，这一切不过是才刚刚开始。齐雨涵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眼里就像淬了毒一样。几个哥哥想安慰他几句，可齐清觉却冷眼扫过来：都愣在这里做什么？吃早餐去，都不用上学上班吗？其他的人没办法，只能朝着饭厅走去。苏灵溪此时已经坐在了饭桌上，跟昨天一样，依旧少了一个位置。齐风本就一肚子火，此刻更是压不住火气，他朝着厨房大声喊道：吴姨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没看到这里少了一个位置吗？少了就少了呗，你这么大声做什么？一点礼貌和素养都没有。苏灵溪放下手里的筷子，视线落在齐雨涵身上：是我让吴姨撤了一个位置下去，昨天我不是说过，这里有多余的人才会少一个位置。几个哥哥都被苏灵溪给气到了，他们不明白这个世上怎会有如此恶劣的人，只需要看到他那张脸。
张脸，听到他的声音，就让人恨不得将他按住打一顿。齐清觉对苏灵溪也是头疼不已，本以为一个村姑很好拿捏，谁知道是个刺头，弄得家里乌烟瘴气。齐清觉的语气放缓了几分，灵溪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要再做了，免得被人看了笑话。苏灵溪冷笑一声，我看你们自己就像个笑话。话音落下，苏灵溪起身就走，只留下齐家人面面相觑。这一顿早饭吃得分外笃心，随便吃了2口几个小贝就离开了。齐雨涵和齐星都是就读于江城实验高中，而齐峰则是实验高中的老师，以前都是齐峰自己开车上学。齐雨涵和齐星有一个司机专门接送。前世苏灵溪回到齐家，他不能坐齐雨涵的车，而齐峰也不愿意载他，苏灵溪只能坐公交车，不重视就是不重视。这次齐家依旧没有为他准备车或者司机，不过已经没关系了。他刚刚先行离开，就是为了开走齐峰的车。齐峰喜欢车，绝大部分的钱都用在了买车这件事上。如今他正宠爱的是一部红色超跑，既然齐峰这么喜欢这部车，他当然会送给齐峰一副大礼。当齐峰看到地下室的跑车不见踪影时，他立刻就慌了。一旁等着送齐雨涵去学校的司机弱弱开口：“车我看到灵溪小姐开走了。”齐峰闻言一愣，他有驾照吗？而且这部车除了他之外，其他人都没有钥匙，灵溪怎么会有钥匙的？除非是他偷了自己钥匙。齐峰越发鄙夷苏灵溪的行为。齐雨涵拉了拉处在失控边缘的齐峰：“大哥，我们先去学校吧，等下你上班要迟到了。姐姐应该也是去学校了，她刚回来应该不知道这是哥哥的车，想必不是故意的。”不得已，齐峰只能和齐雨涵他们一同去了学校。与此同时，齐家书房内，齐清觉指着顾曼英开口：“你这个蠢货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他背后是季家，是帝都季家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只要跟季家攀上关系，我们就可以进军帝都，就能依靠季家在帝都站稳脚跟。我本来想着我们控制住苏灵溪，就可以让雨涵顶替他去季家认亲。雨涵到底是我们养大的女儿，我自然是相信她更多。可这2天你跟你那些蠢货儿子，让灵溪对我们家产生这么大的敌意，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了。”齐清觉有些头痛，如今闹成这个样子，灵溪不待见齐家，雨涵也对齐家颇有怨言了。顾曼英惊恐地往后退去，担心他下一刻会控制不住情绪打自己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干嘛不直接囚禁苏灵溪？只要我们帮助雨涵通过季家的亲子鉴定，这不就等于搭上季家这条船了？我们养育了雨涵这么多年，他可比苏灵溪靠谱多了。齐清觉第一次察觉到顾曼英的愚蠢，失望地看着他：“你以为季家是这么好糊弄的？亲子鉴定的事，想在他们眼皮底下做手脚谈何容易？若是苏灵溪不配合，更是难上加难。”开始他觉得苏灵溪一个村姑来到齐家，见识过和他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一定会害怕离开齐家，害怕失去现在的一切，必然会对齐家言听计从。而有苏灵溪的配合，后面的事情会比较好操作。可如今苏灵溪对齐家敌意这么大，为了稳妥起见，他打算让苏灵溪直接跟季家认亲算了。只是在这之前，他必须先跟苏灵溪搞好关系，不然认亲对他来说百害而无一利。为了让顾曼英跟自己统一战线，也为了让他约束一下几个孩子，齐清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。顾曼英闻言脸都白了，虽然万分不愿，可他也别无选择，又嘱咐了顾曼英几句，齐清觉才回了公司。而另一边，齐峰还未到学校就收到了消息，他的爱车停在了他的专属车位上，只是整部车都被涂满了黄色液体，这是偏有味道的帖子。在苏灵溪的特意操控下，帖子的热度居高不下。因为昨天的事，齐雨涵一直注意着校园网，所以齐峰的爱车一出来就看到了，他内心高兴不已。若不是2个哥哥在这，他都想拍手鼓掌。不管这个车是被谁泼了粉，但这车都是苏灵溪开出来的，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齐峰的爱车程度他们是知道的，本就厌恶灵溪的齐峰更不可能放过他。齐雨涵在心里祈祷着，最好齐峰一气之下将苏灵溪杀了，压下心中的窃喜。他调整好情绪，一脸担忧地看向齐峰，见他欲言又止的模样，齐峰主动开口：“雨涵，怎么了？”齐雨涵满脸纠结：“大哥，你看这里。”齐雨涵把手机递给了他。齐峰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直到看见车牌，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下去。齐雨涵声音颤抖，仿佛被他的样子给吓到了：“大哥，你别生气，这件事肯定不是姐姐做的，这里肯定有什么误会。等到学校我们问问姐姐。”齐峰的双眸里布满怒火，如果杀人不犯法，他现在一定会拿刀将苏灵溪捅死。他一遍遍地做着深呼吸，告诫自己需要冷静。过了好一会，他的情绪才堪压了下来。见他没有任何过激的举动，齐雨涵有些失望：“大哥，或许事情真的跟姐姐没有关系，她一个农村出来的，又不知道车的价值，想必都是误会。等下去到学校，你可千万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万万不能跟姐姐起冲突。”齐峰偏头看向他，勉强扯出一抹笑容：“雨涵放心，大哥知道分寸的，不用为我操心。”车子刚在学校门口停下，就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，好多人拿起手机纷纷对准他们：“臭臭公主来了，老天有眼呀！我看他们齐家的人早就不爽了，昨天看到他们被泼粪，今天齐老师的车也被泼粪。”齐峰一下车，就径直朝其中一个女孩走过去：“你很闲是不是？复习好了吗？题刷够了吗？”刚刚就是这个女孩起哄声最大，还喊雨涵臭臭公主。齐峰有意给她难堪，质问得很大声，老师的身份摆在面前，学生对老师多少都有些天然的敬畏。一时间那个女生不知该如何回答，紧张的来回绞着校服。齐老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欺负女学生吗？一道戏谑的声音响起，苏灵溪踱步走了过去，两人四目相对，想到自己的爱车，齐峰下意识攥紧了拳头。一旁的齐星赶忙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里可不是家里，现在齐峰和苏灵溪是师生关系，若是老师动手打学生，后果会很严重。苏灵溪讥讽地看着齐峰，齐老师难道不知道高3学生压力很大吗？平时学习已经很辛苦了，难得学校发生了这么有趣的事，同学们为了释放压力，讨论一下有趣的事情有错吗？何必这么上纲上线？齐峰咬着牙没说什么，但苏灵溪却顿了顿，再次开口：“齐老师，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怎么昨天一家人被泼粪，今天你的爱车又被泼粪？你们齐家是不是做了什么缺德的事被人报复？”齐峰几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这一刻他们笃定苏灵溪和幕后之人有关，但这个念头一闪而逝，他一个村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。齐雨涵忍不住开口：“姐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说这样的话，谁跟你是
是一家人。苏灵溪声音提高了几分，我可是齐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，你一个养女有什么资格说和我是一家人？戚雨涵脸上的血色顷刻间褪去，她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在周围人的眼里，她看到了嘲弄讥讽，每个人的眼神都化作一个耳光打在她脸上。苏灵溪，我有没有说过雨涵永远都是我妹妹？齐星迫不及待地出来维护她，那咬牙切齿的模样，就像是一头暴怒的狮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要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，不认我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妹妹？齐星当然是这样想的，但他不能这样说。他强忍着恶心开口，只要你以后不针对雨涵，跟她和平共处，你们都会是我的妹妹。齐峰瞪了苏灵溪一眼，随即移开视线环顾四周，都愣着做什么？不用上课是不是？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，苏灵溪挑衅地笑出了声，我先去班级，一会见呀。整个学校都在讨论这2天的泼粪事件，除了齐雨涵他们，宁尔曼、欧阳娜拉、叶思思3人也同样难受。苏灵溪心情不错，哼着歌曲沿着前世记忆来到班级，但走进教室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。无论如何，他也没想到傅晨会出现在班级里。他站起身朝灵溪挥了挥手，这里。苏灵溪心有疑惑，但依旧淡定地走了过去。他的到来吸引了全班的注意，班里的同学心思各异，有羡慕起哄的，也有嫉妒的。比如宁尔曼，今早他就看到了这个男同学，只是他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，让很多想搭讪的女生都不敢上前。宁尔曼自诩长得漂亮，又是市长女儿，信心满满的上前搭话，可对方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如今见到他和苏灵溪打招呼，宁尔曼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这是苏灵溪的人故意给他难堪。苏灵溪在傅晨旁边坐下，询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。傅晨摊了摊手，事情都交代妥当了，我来陪你读书。就在这时，齐雨涵和齐星走了进来，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看向苏灵溪的方向，看到和苏灵溪聊天的男人，齐星只觉得碍眼，到底是下贱的村姑。大庭广众之下和男同学拉拉扯扯像什么样？两人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苏灵溪看到人齐了，故作惊讶地捂住鼻子，怎么这么臭？教室怎么都是粪水的味道？宁尔曼昨天被泼粪的事现在还在校园网上挂着，同学们私底下都在议论，但这回见到他都不敢提这件事，甚至都不敢多看他几眼，就怕宁尔曼会曲解他们的意思。如今看到这个新生这么堂而皇之地嘲笑宁尔曼他们，班里的同学都很惊讶。宁尔曼气得拍桌而起，他早上才跟自己说过，若谁敢拿这件事嘲笑自己，那他就撕烂那人的嘴。苏灵溪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别以为有齐家撑腰我就奈何不了你。齐雨涵也跟着站了起来，姐姐，你这话有点过分了，爸爸和尔曼的爸爸是好朋友，你快跟尔曼道歉，不能因为你的原因影响了两家的关系。一旁的齐星也不悦地看向他，爸爸是让你来读书的，不是让你来惹事的。如今齐家渐渐没落，宁市长的背后是欧阳家，不是齐家可以随便得罪的，若是惹怒了宁家的人，后果很严重。有了齐家兄妹2人的表态，宁尔曼的底气足了一些。苏灵溪玩味地看着他们，道歉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本来就很臭呀，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恶心人？在家洗干净一些不好吗？说着他从抽屉里掏出一张海报，我没说错呀，昨天是你们几个被泼了粪水，难道你们都闻不到吗？海报是在他们被泼粪的视频中截下来的，如今被苏灵溪放大打印了出来。再次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，宁尔曼等人怒火中烧，这个贱人就是故意的。叶思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苏灵溪，我撕烂你的嘴！说着他就冲了过去，但苏灵溪只是扯住他的手，接着用力往前一拉，叶思思整个人便狼狈地摔在地上。他将海报对在叶思思面前，看看你们昨天的样子，是不是很倒胃口呀？叶思思怨毒地开口，苏灵溪，你敢打我？这些平日里张扬跋扈的人总是这样，打都打了还问这么弱智的问题。苏灵溪活动了一下手腕，刚刚打得不够真实吗？是不是需要我帮你重温一下？叶思思爬起来戒备地看着苏灵溪，心中怨恨无比。他和宁尔曼还有欧阳奈拉这些小团体，仗着家里的关系在学校为所欲为，就连校长都要给他们几分面子。前世他们就是打着帮齐雨涵出气的由头，对他进行了长达2年的霸凌。齐雨涵过去拉住叶思思，对不起，我替灵溪跟你道歉，你别跟灵溪计较，他刚刚被接回齐家，自小没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很多东西都不懂。一旁的齐星也不满地看着他，苏灵溪，赶紧跟叶思思道歉，若是因为你影响了两家的关系，爸爸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两人虽然都不想承认他的身份，可今天早上苏灵溪说的那些话已经在学校传开了，现在还不如索性承认了。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，齐雨涵不忘向其他人暗示苏灵溪没有教养。他说的委婉，但齐星丝毫不留情面，直接称苏灵溪为村姑，可见是真没把他放在眼里。这两人嘴巴一如既往的臭。苏灵溪刚要反驳，但一旁的傅晨却拉着他后退了2步。灵溪，不要靠这么近，这些人不止身上臭，嘴巴也臭，靠得太近会中毒的。齐雨涵等人脸色十分难看，苏灵溪也配合的后退了几步，确实很臭，都快要把人熏吐了。我要是你们，估计都不好意思来学校。齐雨涵等人恨不得上去撕烂苏灵溪的嘴，他们最不想提起的就是昨天的事，校园网更是不敢去看，但如今却被苏灵溪反复提起。恰好此时上课铃声响起，老师走了进来，大家都默契的坐回原位。学校首战苏灵溪完胜，一整个早上宁尔曼等人都在窃窃私语，不用想也知道是在商量如何对付他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一个上午他们都老老实实的，完全没有出手的动作。等到中午放学后，灵溪看到叶思思率先离开了教室，而宁尔曼等人却没有离开的意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苏灵溪瞬间懂了，毕竟前世经历了不少，每次他们要对谁下手时，就会先去厕所门口插上一个气球，这是为了告诉其他人这个厕所不能用。学校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，灵溪让傅晨先去食堂，过了一会后他才离开教室。宁尔曼几人见他落单，心中激动，本想着实在不行就2个一起办了，但现在分开就更好了。齐雨涵刚要上前引灵溪去厕所，就看到他自己往厕所的方向走去，几人心中激动，想到今天早上苏灵溪给他们的羞辱，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想把苏灵溪按进厕所的水池里，再扒下他的衣服，拍下他下贱的模样。另一边，苏灵溪刚进厕所就看到了叶思思，他抱着手臂开口嘲讽，在这等着干什么？还想看下海报回味下昨日的滋味吗？提起昨日，叶思思更是气得脸都扭曲了。不过想到苏灵溪很快就会成为学校的新焦点，他心情就畅快了不少。苏灵溪，就算你是齐家的千金又如何？你一个下贱的村姑，永远也只能是我们的玩物，等下你就会知道得罪我们的
下场。话落，宁尔曼等人也走了进来，除了齐星外，宁尔曼他们还带了4个女同学过来。戚雨涵转身把厕所门关上，本来他想在苏灵溪这里徐徐图之，但这2天苏灵溪回来处处针对他，明目张胆的抢走了他太多东西，一再的羞辱让他忍无可忍。他今日必须彻底毁了苏灵溪，他倒是要看看一块成为齐家耻辱的破布，齐家是不是还能容得下他。8个人将他团团围住，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，没能在灵溪脸上看到惊恐的表情。本来还想着若是苏灵溪惊恐求饶，他们就让苏灵溪跪下给他们磕头，羞辱一番后再好好折磨他。苏灵溪看着他们开口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你们一起上吧。受到挑衅，宁尔曼大怒，上去给我摁住他。最先出手的是叫来的4个女同学，苏灵溪为了复仇这些年的身手可不是白练的，砰砰几下就将他们打趴在地上。看到这一幕，宁尔曼等人心里有些犯怵，没想到苏灵溪还真有2下子。齐雨涵视线落在大门处，有了逃离的想法，只是通过刚刚的动手，苏灵溪已经站到了大门的位置，想要离开就必须越过他。宁尔曼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，苏灵溪只能主动攻击。或许是他身上的气势太过凌厉，让齐雨涵几人心中都泛起恐惧。看着厕所湿漉漉的地板，他们真的不想被踩在下面，只是不等他们开口，苏灵溪就已经将人一个个踹倒在地。外面放风的齐星听到动静不对，立刻走上前拍门，开门。苏灵溪，你给我开门，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？你若是动了他们，爸爸不会放过你的。苏灵溪勾了勾唇，送上门来的那就一起吧。他打开门，伸手将齐星拉了进来，接着一巴掌扇去。齐星呆滞了下，没想到自己居然被打了。他反应过来后，就抬脚朝苏灵溪腹部踹去。苏灵溪快速侧身躲开，之后使出小牛猛击，齐星痛呼一声摔倒在地，顾不得地上的脏来回打滚。见苏灵溪下手如此狠辣，宁尔曼等人被吓到了，他们没想到自己会被打，也没想到苏灵溪下手这么狠。看着他走过来，叶思思打了个寒战，警告道：我可是叶家的女儿，你最好乖乖放我出去，不然我爸妈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是市长的女儿，你也不能打我。宁尔曼也吓得赶紧开口，可苏灵溪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？前世的遭遇他是一刻也不敢忘。苏灵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电推剪，我不打你们，放心吧，我只是想帮你们理发而已。说着他一把将宁尔曼扯了过来，接着踩在他的背上，不顾他的挣扎，从他额前贴着头皮一路推了过去。看着自己的头发掉在地上，宁尔曼惊恐的大喊：我要杀了你，苏灵溪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苏灵溪不耐烦的加重脚上的力道，再逼2句，我就把掉地上的头发全部塞你嘴里去。这一句话让宁尔曼的叫喊声戛然而止。看着地上的头发混着肮脏的水，他胃里传来阵阵颤动。不止宁尔曼老实了，叶思思等人也识趣的闭上嘴巴。片刻后，苏灵溪按顺序给他们推平了头发，接着掏出手机拍照。齐雨涵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离我远点？这2天自己没被我打够，还把你的姐妹推出来，他们今天可都是被你连累的。他们4人前世可是很团结的欺负自己，今生他倒要看看这4人还有没有那么团结。外面天气晴朗，苏灵溪的心情也很愉快，报仇真的能让人神清气爽。片刻后，苏灵溪来到食堂，傅晨已经打好了他爱吃的菜。苏灵溪将自己的手机递过去，看看，这是我的战绩。傅晨拿起手机翻看里面的照片，2人聊了没一会，苏灵溪的手机便响了起来，看到是齐清觉的电话，他微微挑眉，这些人告状的速度还真是快。他划开手机放到餐桌上，听着齐清觉暴怒的声音，2人都默契的没有出声，安静的吃着午饭。齐清觉骂了一会后，学校的广播便响了，请高3一班的苏灵溪速速到校长室。